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號。那麼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開始，美東時間11點半到12點30分鐘。歡迎進入直播間的朋友，確認一下聲音和圖像，是否都沒有問題。好的，謝謝秦朋友的確認。我們先說一下現在這個指數標普大盤。那麼今天是一個低開的一個狀態。今天這個也不算暴跌吧，但是已經跌了0.8%。最主要原因其實是從這個債券那邊傳導過來的。最近的一系列的這個經濟數據啊，什麼 CPI 啊、PPI。都不太好，說明這個通脹壓力非常大。那麼最近這個通脹，我們可以先看一眼這個30年債券，這個30年國債，美國這個政府債券，為什麼這麼的這個那個什麼呢？因為債券市場其實在這個你交易股票啊、交易國債啊、交易外匯，債券市場的這個市場，這個它的量是最大的。如果說你跟股票比的話，那債券肯定是老大哥了，它的那個动能或者它的量能是最大的。那麼它的一些問題會傳導到股票裡面。為什麼現在這個大家都看這個30年國債呢？因為它到了一個現在看的周期是月線，在30年國債這裡，它剛好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位置，就是5%。這個5%這個位置，你看之前一直是達到過5%，但是都沒有完全突破5%這個界限，所以5%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你說它是技術上的壓力位置，或者說心理上的一個心理關口也好，都可以。其實啊，現在在國債市場上，市場其實已經加息了，市場的定價已經加息了，所以今年上半年，雖然說新的這個美聯儲主席馬上要上任了，這個 Kevin Walsh。他已經沒有加息的已經沒有降息的可能性了，就上半年是不可能降息了。那麼，如果說因為市場上已經定價完了，所以說這個降息是不可能，那麼對這些小企業啊，對這些融資需求的這些公司就有壓力了呀，對吧？因為利率高啊，所以對這些公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尤其那些小公司。那麼這個5%，我們看圖形上，在月線上這個30年國債，它這個是2次，我們簡單畫一下它這個月線的話，它剛好是2次這個衝擊這個位置。現在我畫的這個周期是月線的這個比中樞，對吧？它這個5%一直守在這裡，剛好現在又到這個位置，但是呢，它這個 MACD 剛好有可能要空中加油。如果說壓不下去的話，如果說能壓回來，那基本上股市那面、股票那面能夠繼續漲。它如果壓不上去，它就會突破。如果說真的形成突破的話，那就相當於走這個中樞的離開段了，那就對股票这邊可能就要暴跌了。所以說這個5%這個位置還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通過我們觀察這個債券市場，我們就知道現在為什麼市場那麼恐慌的原因就在這裡。因為你一旦出現恐慌之後，他們很多人可能會去賣股票來補這個債市的這個窟窿，這是這個有傳導性。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標普大盤，因為這是比較有一個關鍵的一個位置，所以我们為什麼要看一下債券的原因在這裡。那麼股票這邊的話，從6316現在到7517，這個漲幅已經非常大了。從這個6316漲到7517，已經漲了將近20%了。這個反彈是非常強的。我們之前說過，這個周線上這個結構是很飽滿的。從3491到7517，有大 A 中樞、大 B 中樞，還有小 C， 結構非常飽滿。那麼現在關注的就是6316到7517結不結束。現在周線上還是一筆，在日線上的話也是一筆，但是它這個日線結構我們能夠看到有3個小中樞，1小時上有3個中樞啊，這是3中樞趨勢上走得非常強。我們看一下1小時，現在想要結束上漲，一定要出現什麼情況？一定要跌破這個第3個大 C 中樞，對吧？這是前面是大 A， 這是大 B， 這是大 C。你連大 C 中樞你都跌不破的話，你是不可能有大回調的。你必須要砸穿它，然後一個反彈回不去，然後快速往下殺。
這種情況大概率會出現在跳空缺口，一般都是用跳空缺口來出现这种情況。比如說今天給你一個小反彈，彈一下，然後一個3買轉2賣，就針對這個大 C 中樞可以是一個3買轉2賣的模型。然後比如說下周一，或者說是下周某一天，突然一個跳空缺口，啪啪啪直接往下走，然後這樣就會出現什麼1、2、3，然後3走得非常快，殺得非常快，然後一個小反彈再走5，1小時上先給你來個5段，那麼你要買的位置是在這兒呢，對吧？因為這樣的就走反向了，這樣的話就從這裡斷開，那麼大周期上也就是日線上可能就要出現大的回撤了。現在這個反彈還沒出現，就是這段還沒有辦法說它結束，這筆下跌完全可以再拉回到這個大 C 中樞裡來，然後直接給你反彈，就不給你3買，直接是一個反彈的这個回到中樞裡面來之後直接下殺，那就是一個2賣直接走1、2、3，直接走這個3的大浪，就小周期上先走一個3浪，那可能走得很遠之後再來一個5，然後可能再回來做中樞，然後再往下走，出2個中樞都可以，对吧？這是幾種情況，所以說今天這個3買成立與否是比較關鍵的。出現的話，給你一個反彈，一定要減倉，因為它已經是3中樞趨勢上了，3個中樞，所以現在沒有什麼大周期的買點了，已經全都是小周期的。你只要能做的話，都是5分鐘、1分鐘的買點，你只能是用很小的倉位去玩一玩，但底倉是肯定可以拿着，沒有問題。但是你要做機動倉的差價操作，只能用非常小的那個倉位，這是要切記的。還有就是千萬不要追漲，現在這個位置追漲，你就是已經這個怎麼說呢？因為沒有任何股票值得追漲，而且很多股票，尤其那些跟 AI 相關的都在高位，沒有任何股票值得你追漲，對吧？你也不需要追漲，我一直說有回撤的時候你買呀，對不對？那麼總有機會出現回撤的，就看你有沒有耐心等待了。那麼現在我們要關注的就是這個1小時這個回落也夠一筆了，現在關鍵是這一筆能不能夠結束在這裡，出現一個 C 中樞的3買之後再給你一筆反彈。那麼現在要看一下它的5分鐘，現在從這個7517下跌的這個5分鐘是什麼狀態？1、2、3，你看到沒？這個3走得多狠，這個3是不背馳的，然後現在出現一個4的反彈，現在再走出了個小5段，或者說走出來這個5筆，那麼現在這個第6筆也出來了，但是呢，現在第6筆是偏弱，那麼這裡是完全是比如說碰到這個200均，它可以碰一下200均線，然後這裡其實就做了一個中樞了，做中樞之後可以繼續往下走，也就是說它現在在5分鐘上可以不結束。在5分鐘上，這個下跌可能沒結束，但只是一個1、2、3作為進入段，然後2次反彈，只要這個反彈不能夠微轉，它都可以在這裡做中樞。做完中樞之後可以繼續下。所以說，我們現在要觀察的其實就是5分鐘這個結構怎麼走，就不能出現快殺，就尤其是離開這個中樞之後，如果說出現快速下殺，都沒有反彈的那種，然後你就不要這個進場追。所以說現在要盯着5分鐘這個結構了，而不能去光看大周期，因為這個變化都是從小周期延伸到生長到大周期的，所以說目前並不樂觀，对吧？尤其是已經漲了這麼多了，所以說有這個回吐，有這個獲利了結的需求。好的，那麼因為這個處在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我們今天多講一下。那麼現在來看一下大家提問。先看一下秦朋友問了一個 BE，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它是這個做能源的，對吧？這個 Bloom Energy 基本面我們就不講了，因為大家應該比較熟悉這個票了。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結構。你說你有持倉，對吧？那麼你的成本肯定不應該在這裡，起碼在這個中樞這裡，最好是在這裡120、140，甚至比這更低。那麼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構，它其實是月線上的一個離開，下面有一個大中樞，但是呢，下面這個中樞的級別是大的。那麼在周線上的2次回盪，其實還是下面這個中樞的3買。那麼它現在走的是周線這個中樞的，就是這個小中樞的一個離開，這就是它在大周期上的一個結構。那麼我們要關注就是這個離開結不結束，对吧？我們也可以先測一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的這個有沒有背馳。現在是沒有背馳的，已經突破了等比例，在249是等比例，現在已經突破它，說明這段的能量是強的。那麼就看它是不是要繼續往上走一走到1.618，
還是說就在這裡做中枢，就這裡做2個中枢之後再結束整個这波上漲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这个中枢内部结构。看一下日线，那么在日线上，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回撤的，前面这个把它去掉。这个302这个位置是出现过一次回撤的，其實是應該把它當成一筆的，因為它這裡是夠5根 K 線，然後又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回撤。日線上其實是有背馳了，那麼當時的回撤我們看，簡單的測一下當時回撤了多少這個空間，大概有5%到10%，哦，17%，那肯定要當成一筆了，17%的一個回撤已經很大了，這個回撤是下面這個中樞的一個300，對吧？那麼現在這個已經是出現一個123了，已經出現一個123了。那麼今天又出現一個頂分型，我的建議是，如果沒減倉的話，今天應該減一減，今天減一點，然後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回撤一筆，回撤一筆做一個中樞，然後還可以繼續上。所以說，首先要減倉，它也可以是走的比較深一點，對吧？深一點的話，就是走周線的這個我們剛才說了，周線上有大 A， 它可以走周線上一個大的回落，然後在這裡做大 B。你也可以從這個最高點，如果說你用黃金分割回測一下的話，看它是不是要走周線上走這種結構，比如說完全可以再踩到213去，這樣的話是第一個回落，然後再在這裡做中樞。不論怎樣，我的建議是這裡要減一點倉，防止它下殺回來，但是你底倉可以留着。減一點機動倉位，然後等待它回落一筆之後再買回來。無論是是否它要再次跌破前面這個低點與否，對吧？它可能跌破這個位置，然後先彈一下，然後再下也可以。就後面怎麼走，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是就前面這一筆是要大概率要出現了，所以今天應該減一點，還不晚。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BE。然後我們再看 Lily 朋友問了一個 ASTS。那麼這個我們也講過很多次它的基本面了，是做這個衛星通訊的，對吧？那馬上這個 SpaceX 要上市了，因為它有這個 Starlink， 他們是競爭關係。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形上，有機會買入嗎？你問。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形，它是這樣，現在看的結構是周線。周線上是這個中樞，下面有一個中樞，這裡有一個中樞，但是它的高低點是有接觸的，是一個擴張的大中樞。但是呢，針對第二個中樞，就是針對這個大 B 中樞，它現在是出現底分型了，然後有希望是先往上走，就這個中樞擴張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然後在上面再做出來同樣級別的一個大中樞，就是說下面這個中樞就變成了 A 撇，那麼可以在上面做出來一個 B 撇的中樞。以這種方式上漲是可以的，還有一種就是很多的時候啊，它不一定就升級。雖然說我這個結構升級了，但是呢，也是可以什麼呢？也是可以就是一個盤整，就直接這個盤整結束，可以走反向也可以。所以說現在就是兩種情況都可以，不是說升級之後我就一定要走一個趨勢上結構，就是不是說100%要趨勢上，我是可以完全的一個盤整結構結束，然後開始走的大周期的一個震盪也可以的。那麼現在不管怎樣，我現在就要這一筆，就前面這一筆有可能結束了。我們看這個新的周線上這一筆能不能夠出來，而且周的這個底分型也出現了。今天我們需要看一下它這個結構能不能夠完成。那麼從129.89到63.43，這個結構是一個123，對吧？123出現盤整背馳了，然後剩下這些是出現了這個底分型。那麼你是問想要買入，對吧？那麼，但是它這段走的是比較糾結的這段，而且也沒有上到這個0軸以上 MACD， 所以說它的小周期是糾結的。那麼最好是等待小周期給你一個1小時上給你一個回踩。那麼1小時上這裡有一個123向下的，我們把這個中樞給它畫出來。最好是針對這個1小時的中樞，它給你一個300的話，對吧？給你個300多好啊！給你個300之後，或者說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然後再往上走，都可以。也可以是什麼呢？它現在這個120均也在這裡，120小時均線在這裡，所以說如果說上不去的話，因為現在這個有點偏弱 MACD， 它如果說再踩回來一下是比較正常的。我們看這裡是不是出現過一次300了已經？啊，它這個
這個位置是出現過一次3买的，1小時上。这个3买成立之後，它又上去，但是沒打高點。我們看一下這個高點在哪裡。84.5沒有出高點，3買轉，現在可能是做3買轉2賣的這個模型呢。3買轉2賣之後，這個回來，它可以再碰到這個下面這一筆，在這裡再做一個中樞，然後看它是不是要往上走，就是相當於這個出現了一個兩個中樞擴張之後，能不能往上走？還有一種就是，它跌破前面這個3買，跌破這個3買的位置，直接砸回到這個中樞，那就變成了一個大週期的一筆上對應大週期的一筆下，那就是說日線上它要出現一個日線的一筆回調，日線上要給你一段回調之後，還有可能是把這個中樞，這不是日線上有一個中樞了嗎？雖然說前面是3筆構成的這個中樞，但這完全是再次跌破前面這個63.43這個位置，也就是說週線的這個下跌沒結束。我們剛才不是說了嗎？週線這個位置有可能要結束，要出現一個3買嗎？但是它沒有出現。我們再次回到週線上，就週線上的這個雖然說有可能，但只能說是可能。雖然說也出現底分型了，但是底分型可以是一個中繼底分型，可以繼續跌破它往下拉，那就繼續在週線上做大的中樞震盪。我們只是在63.43這個位置假設它這裡要出現一筆，你只是假設這個位置要成為這個底分型之後，成為一個固定的要生長出來一筆，所以63.43是一定不能夠被跌破的。你要進場的話，63.43就是你的止損位，因為你是以它為前提，就週線的一個轉折前提的。所以說好像聽上去挺亂的，但是其實並不亂。那麼你一定是一點點跟。那麼1小時上它是出現回落了，我先買，因為它是完全是可以做中樞，兩個中樞之後往上走。什麼時候要減呢？我回落了買了，但是它反彈非常弱，反彈的非常弱，那我就要先出來。只有說強勢的表達的時候，你才繼續拿。如果說它出現一個很弱的反彈之後，它完全可以走反向，就是我們剛才說那個日線上要走向下一筆，再次跌破前面的63.43。我不知道我說的有沒有這個說清楚這個位置，所以你要想進的話，就等待它再次回踩，要麼踩到這個120均，要麼拉回到這個中樞裡面來，都會給你一次反彈。所以現在也是一樣，沒有大級別的這個回落，你就不能夠進很大倉位。什麼時候可以進大一點的週期的倉位呢？就是這個日線上我回來也夠一筆了，給你個2買的話，你是可以買這個位置，看它能不能夠走個3，或者說我跌破這個中樞。然後出現了一個背馳，前面的進入段跟這個離開段出現背馳，我也可以買這個位置，或者說我彈一下給一個3賣，我再給你一個2買，或者說給你一個盤整背馳也可以。所以這就變化後面就多了。不論怎麼樣的話，現在都不應該追它，那麼可以等待1小時的這個什麼時候回踩。還有一種就是我們剛才只講了回踩，因為我個人傾向於它要回踩，但是可不可以這裡突然一個什麼消息刺激上去呢？那就是這個3買轉2賣沒有成功，這個2賣沒有成功，就3買之後繼續上也可以啊。我也不能夠預測到這個公司呀也好，或者什麼其他市場消息刺激，它不出現這種情況，這也是一種可能。如果說真的出現這種可能的話，那就是這個是 A 中樞出現了一個3買之後，然後快速往上走，它就走小 B 段了，那可以在上面再出現一個中樞。那麼這個時候你是買不回來的，或者說你只能去追它。但是我是不建議這麼操作的，因為它這個123，我們可以現在比較一下這個123，你看它當時也是打到了等比例之後回來的，對吧？就這個123，它是到了等比例之後下來的，所以我個人傾向是它能夠再回來。如果說真的出現這個什麼刺激，這筆沒有完成之前，它就直接往上走，比如說殺到這個1.118，你還是可以等待再次回踩，買這個回踩，然後看它走一個12345之後，對吧？買這個4浪回撤，還是買回踩，就是不論怎樣的話，都不要去追，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而且會讓自己的心態變得很壞。這個說的應該還是非常詳細了。我們再往下看，尾號58499朋友問了一個 EOSE， 這個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也是一個做能源的。那麼基本面我們就不說了，那麼之前的這個直播的時候應該說過。好像這個當時說的還挺詳細的，這個應該跟那個 Bloom Energy 是不是有競爭對手？我們看一下這個圖形上，那麼它現在看的是日線，我們看一眼週線上這裡回不回撤到完成，
這里周線上回落到一筆，然後反彈也勾了一筆，它这個周線上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個反彈已經勾一筆了，前面這個回落也勾一筆。我們來測一下這個反彈當時當下是到了多少的這個是 0.618 呀還是多少，对吧？沒到 0.382， 但是出了一個上影線，周線上出了一個非常長的上影線，所以是不是就反彈就結束了？是不是要這個走123了？周線上是不是要走123了？這是有可能的。還有就是這段現在雖然說這個本周的上影線比較長，但是也並不代表它不能夠後面再慢慢往上爬，對吧？所以說很多時候好像你覺得，哎呀，這個人分析這個模稜兩可呀，可漲可跌，那我讓你分析幹嘛呢？對不對？很多人可能有這種疑慮，但是你不是在這個位置進呢，你是在這個底分型這裡進，然後在這個上面都已經弱了，我開始減倉，我也不知道它能漲能跌呀。所以這個位置我已經在下面底分型這個位置進場之後，比如說出現底分型我買，到現在这個位置我已經賺了82%了，我已經賣一半出去了，我管你漲我管你跌呢，我不需要預測漲跌，對吧？所以到了這個位置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這個，我能做的就是減倉。所以說好多人說啊，這個人分析沒有意義啊，這個位置你告訴我怎麼操作，對吧？我是在底下買了之後，我要在這裡減倉，這是我的操作，而不是往裡進。所以說不是說別人的分析沒有用，這個是要這個你單獨拿出一段來分析，那肯定沒有意義啊，它是一個連貫性的一個操作。所以說現在這個日線上是已經走了一個123了，我們把這個日線的123給它畫出來。然後3明顯弱，对吧？3是明顯背馳了，跟前面這個1比較的話，明顯空間短，然後也是到了這個120天跟200天的均線交叉的位置，明顯的一個壓力位置，對吧？那麼那一天在高開，當時高開到快10塊錢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減倉，或者說不知道你的操作是怎樣。那麼是一個明顯的高開，要到了一個明顯壓。雖然說我們現在做復盤，類似一個馬後炮。好像很容易，哎呀，我這個位置肯定要賣呀，然後等待回撤。但是在當時當下的時候，你能不能夠做到去這個位置去應對，這就比較考功力了。因為它當時這個反彈這一筆剛好是夠一筆了，又是到這個可能是財報的刺激吧，財報的一個刺激，它這個並沒有達到預期，但是也是已經盈利了，雖然可能不虧損，對吧？達到預期了，而且賺錢了開始，所以這可能是它的當時一個利好，然後出現一個高開的一個狀態。但是明顯是123的這個弱呀，就這個3明顯弱。按常理的話，它應該直接高開到這個200天或者120天上面才叫強，對吧？或者說你用這個測一下，它起碼在等比例之上才叫強，而且剛好是 9.84 是一個等比例的位置，所以你一定要在等比例之上開到這上面，我才叫強。你要有經驗的話，你看，哎呀 9.84 是這個等比例，它剛好開在這個附近，我肯定要減倉的，這是毋庸置疑的，對吧？我雖然說不說我全賣吧，我賣一半或賣個1/3的，什麼1/4都很正常。所以你能不能夠做到在當時當下就做到這些分析，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那麼現在就看它這裡是不是要回落勾一筆之後，還是說在這裡做一個中樞再上，還是說直接就走反向？我們剛才在周線上已經分析了，它可以是走周線的一個大周期的一個回落，那就可能要再次跌破這個。好就好在它現在是已經在這個最後這一段已經拉到0軸以上了，但是明顯現在就是這個3，你看它這個 MACD 也是柱子的面積跟前面這個比明顯短，對吧？所以這個位置我不知道你當時有沒有操作，但是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雙背馳、盘整背馳的這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位置。所以現在就看它等待它再次回來，對吧？還有一種就是不回來怎麼辦呢？不回來就是3沒結束啊，就這個3可以再往上頂一頂，它可以再磨磨唧唧再爬到這個200天或120天這個位置，然後再下来。那這樣的話就還是在這裡做中樞，看它做了中樞之後往上走。是否能往上走，還是說是我再次回踩這個120天、200天做一個確認，確實是上不去，也沒有基本面的一個支撐，那就直接再去走大周期的這個向下。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EUSE 我們做了一下推演。那麼share朋友問了一個 VST Vistra， 這好像也是個能源公司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VST，我记得好像也是分析过这个这个公司的基本面。这个是它主要是一个集发电及与零售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商啊。大家今天问能源的挺多的，主要通过核能、天然气、太阳能及储能電池發電，向全美約500萬零售用戶供電。但是呢，它現在正在轉型為 AI 時代的全天候零碳機核供應商。它跟這個 Meta 簽署了2026年簽署了 2.6 GW 的核能購電協議，還跟這些大的這個雲服務商 Hyperscalers 以及這個德州的數百萬家庭用戶這個有這個合同。但最大的問題就是電網的容量瓶頸，還有這個燃料成本波動。這是它現在這個基本面所處的一個狀態。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圖形。圖形上的話，這裡是週線上是一直延續下跌呀，一直沒有出現週線上的有效反彈，一直是踩到這個位置，而且是跌到了 0.618 了，在週線上，就是說這裡一直延續了一筆。這個我們之前是簡單分析過，對吧？下面有個大中樞週線上，這都是以前我們分析的。那麼它這裡是慢慢的。這個類似陰跌狀態，一直跌到這個位置，而且跌到了看裸 K 120週，剛好是踩到120週這裡了，看它能不能得到支撐。這個結構肯定內部結構是很飽滿的，所以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這個內部是不是有可能結束了，還是說跌到120週還不算完，要踩到200週去，跌到200週的話就要回到這個下面這個中樞裡來了，這是我們要關注的。那麼日線上看一下這個結構。這走的是非常碎的，你看到沒有？前面這裡反彈過一次，然後這裡有一次反彈，但是有曝光關係，走的非常碎。這裡是也是被破壞了，那麼破壞之後，這個反而夠了一筆，然後再次下來，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做完中樞之後再次下來，你看它就是每次上去之後，哎，橫幾天再繼續往下走，就是一個盤旋下降的一個狀態，盤旋下降。好的，我們把這個中樞給它畫出來，下面有這麼一個中樞，它的結構就是這樣，一個1、2、3做一個進入段，然後在這裡震，做這裡中樞，然後現在又打了一個低點，對吧？那就是這麼個結構，是一個飽滿結構，就是說可以隨時完成，可以走反向。但是呢，現在這個 MACD 就現在這個離開啊，現在這個沒有看到減弱的一個跡象。我們把這段再給它高亮一下，我要再仔細看一眼，它這裡還出現過一次反彈，哦，那這個就要重新畫一下，這裡還有一筆，我剛才給它漏掉了，因為它走的非常碎，這個結構，這裡有過一筆，然後又出現了一次反彈，然後才開始出現下跌，這是最後一筆。這是一個1、2、3、4、5、6、7啊，不夠9段，它就是沒有出現9段升級，所以說它的起跌的這個是在這個位置168.39，跌到了現在這個137，所以說我們要關注這段，就這段跌的太凌厲了，跌的比較快 ，MACD 殺的是比較狠，我們要看一下這段的內部，然後1小時1、2、3，然後哎1、2、3、4、5走了一個五浪。1、2、3、4、5，對吧？1小時上走了一個小五浪，然後現在這個1小時小五浪的話，好像是跌不動了 ，MACD 就趴在這裡不動彈了。就這裡是有希望給你彈一次的，就看你有沒有能力做1小時這個反彈。因為它完全是可以，日線上也沒有出現底分型，所以這個位置這個位置只能用很小一點倉位就做一個小反彈，當然也保不齊給你快速往上拉，這還是不要預測，我也預測不了，所以就是說先做1小時的這個反彈，它可以彈回來這裡做一個1小時中樞，可以再下，對吧？也就是說這個位置是因為它前面這裡五浪已經把這個動能下降動能已經給消化差不多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它那個下跌的，我們就不去分析了。但這裡是完全是可以有反彈的，
反彈1小時的給你一筆，但是你要說1小時這個反彈你不想做，因為級別比較小，是可以不做它的，等待的一個飽滿結構。什麼叫飽滿結構？就是這是一個5浪下跌，然後回來了，哎，我做了一個中樞，然後它可以繼續下，然後再做2個中樞再下，就這個結構是飽滿，就非常飽滿了。所以說你可以等待這種結構出現之後再進場。但如果說你是非常看好这個公司又忍不住想做的話，那就只能做很小周期的這種小反彈。弱了我就趕緊賣下來，賣掉，然後再次回來，哎，又給個2買，我再買回来，就來回這麼做，它可以是在這裡一直震的。好的，那麼呢，針對這個的話也是並不樂觀。雖然說今天時間已經過了，但是我今天可以再微延長一點分析最後一個票，畢竟大家來了，每次我的時間比較短，所以分析完最後一個我們就結束。7667朋友問了一個 Rivian 這個我們之前也分析過，不知道是不是你上次提過，是否進入背馳段能進場買一點嗎？我們看一下他這個問題，我們就結束今天的直播。他這個 Rivian 的話是在我们看一下这個低點出沒出新低。13.64 還沒有跌破前面這個 15.58， 為什麼一直盯着 15.58 呢？因為它從在周線上這個 8.26 啊，這是最低點，是震出來一個9段，這是進入段，1、2、3、4、5、6、7、8、9，這個9現在因為它這個第10筆的反彈沒出現，所以這個不能說前面這個下跌結束，所以現在一直盯着這個13.58 這個位置，然後它正好也在這個中樞中軌這裡，周線的中樞中軌。它如果說真的跌破 13.58 反而是可以進一點了，因為它是這個周線上這一筆有可能結束了，但是這個 MACD 一定不能下去，這一定不能夠張口張開然後往下走，那就是要再次跌破前面的 8.26 了，那就恐怖了，对吧？所以那就变成了月線上它可能要出現一個大的一筆下，一筆上，一筆下，就是月線上如果說真要這麼走，就是出現一個大的盤整背馳，所以說它一定不能夠出現周線這個周期的這個快速下跌，那這樣的話就會把這個 MACD 張口張得非常大，所以說現在一直要盯着 13.58。那如果說不跌破 13.58 直接彈一次再下來呢，也可以的，没有说没有人能夠預測到它是不是要去跌破那個位置，只能說現在是有這種可能性要跌破這個 13.58 這個位置。真的跌破的話，那就變成了這是離開段了，然後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前面這裡是進入段，那就會很容易出現這個盤整背馳，因為你看前面這裡這個進入段，就這個針對日線這個中樞的進入段的 MACD 面積非常大，下面現在已經很小了，對吧？現在是明顯背馳，所以是如果說真能給到跌破 13.58， 你可以大膽進一點，大膽先進一點，這樣的話防止它馬上跌破之後，它可以是這樣，馬上跌破 13.58， 然後快速拉回來，然後快速往上走，就直接走反向，這就變成了周線那個一筆下之後，然後走一筆上。如果說你怕踏空，怕它直接上去的話，你可以先進一點點，防止它反彈之後，也就是說我這裡其實是2個這個方向都要看，一要看這個是 22.69 下跌沒結束。2要看什麼呢？2要看是 13.58 這裡開始生長，這是進入段，這樣的話也是在做一個中樞，只要不跌破 13.58 這個結構都沒有被破壞，那麼這裡是有個中樞的，可以是直接往上走的，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我也還是那句話，我沒有水晶球，我也沒有辦法預測到這些東西。那麼它是不是要這麼選，全都是市場合理的選擇。那麼既然有這種情況，那你就要近一點，防止它出現這種快速往上走的一個情況，但是可能性比較低，所以說既然有可能，但是又可能性比較低，那你就只能近一點。好的，那麼的話，針對 Rivian 我們就分析這麼多了。那麼感謝大家的今天的參與，我們就到這裡了，再見。